兵灾四起，妖火横流，人间如炉鼎，苍生如草芥。今日，我为天地正法！故事的最初，要从一个打火机开始说起。此物倒是别致。师傅，此物当真能引地火？哎，道长且慢，不是这般使的。瞧，这样，如此神奇，竟不含半点灵力波动。内有一丝天雷余韵，外界些许地煞精气。小哥，此物从何而来？祖传的小把戏而已。什么地煞神器？不就是打火机吗？有这么玄乎？小哥，从哪里来？要往何处去？总不能告诉他自己是骑车回家，撞了大运，穿越到这里来了吧？多谢道长，在下已经饱了。可愿随我上山？上山？山上有一口吃食，头上也有片瓦遮身，或许还可学两手傍身的活计。意思是管饭？管饱。您说的活计是指修行炼气，逐道长生。此物内含地煞精气，许是你祖上出过修士，且还是个凝钢炼煞的金丹真人。今日你我道座相逢，终究算是你仙缘未绝。怎么听起来有点不靠谱啊？液化石油就是地脉煞气，那金丹莫不真是结石？我能修行吗？一般不都是要先看看根骨资质啥的？你倒是坦诚，不过无妨，世人皆可修行，资质差的无非慢些。我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穿越3天，食不果腹，差点衣服都被扒了。好，我上山。那便跟上吧。师傅，真要带他回山啊？不然呢？扔在这儿喂妖鬼？不是，我是说您老真要教他修行啊？我不是您的关门弟子吗？你们几个懒货，不是次次都不愿意随为师下山吗？小哥，可得跟紧些，莫走岔了。这长相真帅呀！救我！师傅，有邪祟！
孽畜，竟敢在贫道面前抢人！执念未散，借着水影拉人替命罢了。伤着没？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水魅而已，积年阴晦之气，混着些溺毙之人的残魂，借水影惑人，拖入水中做替身。你气血虚浮，神魂未定，又恰逢困顿潦倒，气运低迷，最易被这等阴物趁虚而入。哥们儿刚被大运带走一次，还来？此物是那水魅阴气凝聚所化，也算有点用处。方才那铃声你听到了吧？这惊魂铃非力破凶煞近身不明，他想说明那水魅已有了些气候，你能在其偷袭之下魂不离身，说明你自身也……道长方才用的是符，小术而已。走了，天色不早，早些回观。别担心，山里头偶尔是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但咱们观里头可干净着呢。终于到了，这是要出家当道士了。会扫地吗？会。会挑水？可以学。叫什么名字？沈辉。且进来吧。明日开始，寅时3刻起身灌树，卯时正刻操行早课。这生活好像有点意思。这边，这是东院，咱们住的地儿在那边。我道号青石，俗家姓王，单名一个石字，师傅给起的，说是我这人，实诚。那是三清殿，早课晚课都在前头院里做，有时也在店里，师傅讲经也在那儿。别嫌弃，虽简陋些，却总归比破庙强。道长哪里话，此处较之破庙也是好上许多了。你且先等着，我很快回来。先凑合吃点儿，道袍是旧的，浆洗过；鞋袜是新的，试试合不合脚。明日早课记得是寅时3刻起身，师傅最讨厌人迟到。多谢青石师兄。那个，你知道寅时3刻是几时吧？算了，我明日卯时，就是天蒙蒙亮那会儿，我来叫你，你可别睡太死了。终于不用再挨饿了。根据上学时间推算，应该快要上早课了。沈师弟，你一夜未睡？睡过了，刚醒。那便好，随我来吧，莫让师傅久等。
今日早课诵清净经3遍，新来的且听着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降本流末而生万物，天地熙。不是说修道炼气吗？怎的先念起经来了？字都认不全，更别提拗口的经文了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，降本流末而生万物。今日早课毕，尔等自去用斋。是。沈回，暂留片刻。你入我观中，尚未行拜师之礼，按规矩，未行礼前只能算作居客，不可传法，只可随众诵经读书，做些杂事。弟子沈回，愿拜入师尊门下，恳请师尊收录。你倒是有几分机灵，也罢。既如此，有几件事须得先行告知于你。本官名为清风观，我这一脉非那等断绝尘缘、苦熬清修的路数，只要合乎礼法人伦，娶妻生子，皆无不可。原来可以结婚生子啊，那没事了，这倒得修。我道号继承，而今传承已是第9代了。随我来吧。此乃我派开山祖师云路真人，祖师出身倾城，乃是有道真修，由善炼起御物。想当年一手飞剑之术也是独步天下。既入我门，便须得有道号。我观你神思清越，命理玄奇，眉宇间自有几分超然物外之态，便唤作清玄吧。谢师尊赐号。你这一头短发倒是少见，莫非曾在空门中待过？师尊慧眼，弟子无父无母，自幼漂泊。前2年为了一口饭食，曾寻了座小庙，当了一阵子假和尚。后来庙里也艰难，便出来了。兵灾四起，世道纷乱，妖鬼横行，黎民多奸。为了活命，些许变通已是无奈之举。你能直言不讳，甚好。然今日你既拜入我清风观门下，有些规矩便须牢记于心。一戒滥杀无辜，修行之人须操持本心，切不可恃强凌弱，枉害生灵。2戒是非不分，遇事当明辨曲直，不可趋炎附势，亦不可偏听偏信，失了公心。3戒贪财好色，财帛女色，人之所欲，但须取之有道，持之有度，用之有方，不可沉溺其中，迷了心窍，坏了修行。弟子沈回，必当谨遵师命，严守3戒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起来吧，长兴啊！弟子在。你入门最早，根基也算扎实。自今日起，便由你来教导清玄引气之法。是，清玄师弟，以后有事尽管问我。有劳大师兄。你可识字？回师尊，识得一些，但认得不全，许多字只知其形，却不明其意，更谈不上书写。景明，你心细耐性，字也写得端正，清玄识文断字、熟悉经文之事，便交由你了。弟子遵命。
清玄师弟，以后若有文字上的疑难，可随时问我。多谢师姐。好了，各自去吧。清玄，今日便先随你大师兄和二师姐熟悉，明日卯时依旧前往诚心殿早课。清玄师弟，我是你四师姐，道号静慧。你真做过假和尚？我是你三师兄清逸，这是大师兄、二师姐，还有五师弟，以后便是一家人了。清玄师弟，你刚入门，我先教你入门引气之法，听大师兄安排。师弟好好学，师姐去给你采野果吃。修行之时，首重引气。坐。此乃炼气根本之法，须先熟视人体经脉穴位，明白气血流转之境，方能尝试感应天地间游离之灵气，导引其入体，循经走脉，淬炼筋骨脏腑，滋养神魂。这玩意儿比线性代数、比编程逻辑还要抽象晦涩。练气需调息姿势，摒除杂念，以内视之法去引导气感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舌顶上合，一手丹田。寻常弟子光是摆好姿势放松下来，就要折腾半天。他这师傅这次还真是捡到宝了。内视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幻觉，分配。道行中的可分配点数用了，难道说修行与分配点有关？果然增加了一点，这是我的金手指，穿越者标配，虽迟但到。应该是达到单次上限，等以后再研究研究。得先出去了，免得师兄担心。哎，小师弟终于醒了。好了好了，醒来便好。清轩师弟初次修行便有如此进程，乃是我清风观之福。这是后山摘的野果，沾点灵气，虽比不上真正的灵药，但常食也能滋养气血，有助于聚气纳灵。你刚入门，正好补补。好吃好吃，多谢诸位师兄师姐。既然小师弟没事，那就都散了吧。清玄师弟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但习字之事不宜耽搁过久。你且随我来，我先教你识些基础字句，往后也好自行翻阅经卷。这大晚上的，孤男寡女还要补课，是正经补课吗？坐。修行之人不通文墨，便难解经义，
更易滋生心魔。我先教你执笔认字。本朝通行文字，你须得从头学起。师姐，这个雨字为何中间这一横要写的这般长？此字取乌羽之形，横长以示栋梁。文字之形，往往取向万物，暗合道理。写字时知其所以然，方能形神兼备。这方世界的文字学起来倒也有趣，仿佛在解读另一种密码。是后山的狸猫，有时会来讨食，不必理会。我们继续。亥时末了，今日便到此吧。师姐辛苦。你学得很快，记性也好，许多字教一遍便能记住写法，解其意时也常有独到见解。往后早膳过后你可常来，那时天光正好，时间也充裕。是，多谢师姐。下午退出入定时，道行是5，此刻却变成了6。这一点增长是吃的那颗灵果的功效。照这个速度，想要靠日常打坐填满这剩余的进度，怕是需要不短的时间。看来这灵果确实有效。境界突破了。依靠自身苦修，每天可得10点，1万点大约需要2年7个月多些，不到3年便能筑基。大师兄苦修50余年，仍在炼气后期徘徊。二师姐天纵之姿20年才摸到筑基门槛，那我这就2年半，岂不是宗门天骄？看来今日苦修已达上限。师姐，师兄，你们这是？清玄师弟，我和师兄在照看这些运灵草呢，可惜长得都不太好。这些是师傅从万春谷求来的玉灵草，若能成活，其叶片蕴含的灵气也比后山那些野果要精纯许多，于修行颇有裨益。师兄，这书可否借我一观？这本《百草出录》乃师傅早年游历所得，上面记载了些常见药草的辨识与培育法门，师弟但看无妨。还能这么用，不仅可以加点境界，还能直接学会知识。确认耗费。师兄，书中所记，此草性喜阴润，具燥热，其根须细微，好清灵之气。若地气驳杂，抑制生机萎绝，叶黄而卷。这盆中所用虽是后山温泉边的润土，
可这陶盆将地气隔绝在外，这或许便是他们蔫头耷脑的缘由。对，师弟说的有理，这盆子定是憋着他们了。那依师弟之见，该当如何？我也只是胡乱揣测。第一，稍行险拙，将此陶盆底部小心敲裂数处，使盆土能勾连下方地气，容其缓慢适应，全做过渡。其二，既然此草系清灵之气，何不直接移栽到那温泉源头附近，正合他意。稳妥起见，或可先取孱弱植株用以试验。好吧，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动身。清玄师弟，可要一同去后山温泉边看看？好，我正想出去走走。我去拿剑。拿剑？师弟初来观中有所不知，这后山林深草密，多有狼虫出没，不比观中安稳。师妹一身功夫全在剑上。走，出发！到了，此处源头在潭底石缝之中，水中灵气比寻常地方浓郁些。不知那一束野柿子熟了没有？修行不易，切莫自误。师兄，方才那是妖怪？算不上真正的妖怪，懵懂间已能粗浅的吸纳日月精华，比寻常虎兽更通几分灵性。看起来不过是一头刚摸到点修行边的大猫，真敢扑降下来，我一剑就能给他捅个对穿。我去瞧瞧那树野柿子熟了没，去就回。由他去吧，这附近他熟，我们抓紧将草种下。好了，接下来须得稍作布置，遮掩一番，免得被山中鸟兽给啄了去。师弟若觉无聊，这温泉水质特殊，可去泡上一泡，于筋骨也有些好处。上辈子射出一个温泉旅游是从未体验过的奢侈，这辈子穿越过来，那不得狠狠体验体验？师兄，那我就去泡泡了。舒服，不过这感觉好像和大澡堂子也没太大区别。不对，区别还是有的，至少这里头没人撒尿。我是从哪儿下水来着？反正坛子不大，绕着游一圈总能找到。有啊！可别弄脏我的衣裳。小师弟有危险！不好，这不就是洗干净送他嘴里了吗？难道我的修仙路将止步于此？根茎素烈，其性自刚，名副无间，锐意难当。
方才饶你一命已是仁慈，上赶着送死，那就留不得了。四师姐，怎样，师姐帅不帅？你怎么没穿衣服啊？这不穿着呢吗？多谢师姐救命之恩。嗨，说什么救命之恩？你可是我的小师弟吗？方才若师姐晚来一步，自己恐怕还是先乖乖在关中修炼，不能次次都指望别人救场。师姐，你方才用的是什么法术？好生厉害！算你识货，那个叫剑煞。剑煞？没错，是小五行法里头的更金剑煞，厉害吧？金主杀法，更金更添锐利，护道持身的杀法之术。那我用道行点，是不是也能直接学会？你可别小看这门法术，练到高深处，斩妖杀鬼也不过等闲，厉害得很呢。师姐果真是厉害。想学？可以吗？可不是人人都能练到我这般这般厉害的，得下苦功，还得看有没有那份悟性。莫要自夸。哪有自夸？师傅他老人家都说我这攻金剑煞已得他3分火候，可防身御敌了。终究是本性难移，既已殒命，便尘归尘，土归土吧。师妹，师父教你此法是让你护道持身，而非是炫耀。知道了。走，回关。往后的时间，我每天都在重复这些事。其中100点是这10日打坐所得，另外的是靠灵果和修为自然增长得到的。照这个速度，1年后就可以修炼法术了。修行为本，术法为用，境界加点。长时间修炼，得吃点东西补充一下。师兄师姐好。小师弟，你莫不是已经入道了？好小子，果然是个修炼奇才。师傅这次果真是捡到宝了。哇，这么快！侥幸入道了。怎么小师弟碗里有肉糜？四师姐特意加的，说小师弟瘦得跟竹竿似的，活该补身子。就你多嘴。这功法是师傅让我等你入道后给你的。师傅说，你如今初入道途，根基未稳，当以一门护道持身的法术为主。多谢师兄，那我现在就回去看看。这师弟真是个修炼疯子。看来我与火星有缘。世间火分2种，一曰凡火，二曰性火。此术不炼外丹黄白，专修性火。所谓性火，即依凭7情6欲为柴，食神为引，点燃命门真火。现在道行点没了，先自己修炼看看。
谓之活者，气之神也。天地之眼，造化之权，心念动处，便是活起。成了，这便是心火，我算是有了第一门法术。得试试能否掌控心火，造房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吴师兄，我来炒个菜吧。你会做饭？我去整点野菜，很快回来。可以啊，师弟还真有两下子。这东西能吃？这是冬菇，能吃。你们没吃过？不知是否有毒，所以从未吃过。不添柴也能烧？我修的是火行之法，耗费些许灵气就能唤出心火。师弟，你这控火之法算是入门了。还要多亏师兄点拨。你要是以后天天来掌灶，定能省灶房好些柴火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还有菜？一些蘑菇和野菜，五师兄掌灶，我给打了点下手。菜是小师弟炒的，我就烧了火。不对，火也是他自己烧的。小师弟还会做饭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蘑菇鲜嫩多汁，火候正好。咱也算是沾上小师弟的光了。搁以往，想吃回肉都不太容易。好吃好吃，以后就让小师弟来掌勺吧。师弟修行已入门，过些日子该轮到他随师傅下山去了。下山？按规矩，新入门的弟子要随师傅下山办事，春秋各一次。下山做什么？斩妖除魔？只是帮忙做些杂事。不说这些，吃饭吃饭。你这个小师弟倒有几分意思，稳妥起见，还须得将他料理干净，以防横生事端。下山是斩妖除魔忽悠一方吗？若有危险该如何？还得多练习一下自己那手法术。里面谁进去了？这看上去还挺可爱。什么鬼东西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却要吞我心火，害我性命。既如此，我便与你鱼死网破，不死不休！给我上！
这野生煞鬼给练成了心灯灯仙。罢了罢了，就这样躺着等死吧。只可惜还没有好好体验一下这方世界。红毛秃头，面目可憎，是画本里专吃人心的野夜叉。真是连死都不得安生。黎明洞照，火斧神功，飞焰烁电，煞火腾红，烧魂炼魄，赤旗翻风，妄行绝念，猛鬼出笼，我自己。活下来了。夜叉呢？怎么变成了人？小师弟，你终于恢复正常了。哦，原来刚刚是菌子中毒啊！幸好昨晚晕得及时，不然烧了师傅的胡子也太尴尬了。如果都是幻觉，那为何真的炼化了那只小鬼？今日早课你缺席了，师傅让我来看看你醒了没有。我睡过头了。昨晚的事，你还记得多少？真真假假记不太清了。那蘑菇能乱人心智，我跟师傅最先找到晋慧，他用稻草和泥巴糊在自己脸上，正对着铜镜梳妆打扮。然后是大师兄，他在东院的空地上用他那柄剑离地。看来不能按照穿越前的常识考虑这世界的食材问题了。最后找到的是你，你癔症最重。我们找到你时，你正躺在灶房地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师傅给你喝了符酒，然后怎么了？然后你念了几句口诀，放了一把火。师傅他除了胡子头发被烧了不少，其他倒是没什么大碍。那师傅他老人家没生气吧？师傅说让你醒了去见他。师傅今早起来早课也没上，一直待在房里，偶尔能听见里面传来磨刀的声音。呜呼哀哉，悬着的心终于是死了。你自己小心。你放的还是很厉害的火。没有磨刀声，已经磨完，等自己上门了。进来。弟子清玄，给师傅请安。师傅，别说话，让老夫先把这半边眉毛修齐整了再说。醒了，身子可有不适？回师傅的话，无有不适，一切都好。你那火是怎么炼的？弟子昨日在灶房洗碗，不知怎的就……罢了，机缘这种事解释不清。既然练成了，那就是你的缘法。老夫百年清修，还是头一回搞得如此狼狈。弟子知错，还请师傅责罚。责罚？责罚你有什么用？能让老夫的胡子长回来吗？行了，起来吧。幸亏老夫的伏木之术还算精通，只消几日便可重新长回来。你好好修炼，明年开春随我下山，为师托人给你制一身德罗，再购一双云雨。弟子多谢师傅。晚膳记得做顿好吃的，老夫倒要尝尝你的手艺是不是有他们说的那么好。
小师弟来了，身子好些了没？好着呢。师傅让我今晚来长灶，不过得先劳烦师兄您陪我走一趟后山，寻些野菜野味。又要去后山？昨晚那事儿，就因为昨晚那事儿，我认不得哪些不能吃，所以得师兄帮忙长眼。那倒也行，走吧，我陪你去。小师弟，这是去哪儿？后山，寻些野菜，给今晚添几个菜。小师弟不怕再撞见什么成了精的东西啦？有师姐在呢，我怕什么？这话我爱听。走，我同你们一道去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诶？运气不错，今晚有肉吃了。这个是刚才抓兔子时，他张嘴就要咬我就给了他一拳。师姐，你杀他作甚？他又没咬着你。没咬着我是我躲得快，这东西才沾染一点灵气就敢咬人，要是得了道行，岂不是要下山食人？现在杀了，省得以后祸害一方。喏，拿着，够不够？不够我再抓2只。够了，1只就够。那走吧。四师姐，当日那头虎妖，为何你出剑时不一剑斩了？那日他虽露面，却没有先动手。既然他知进退，我们便放他一马，这是规矩。规矩？修行人的规矩。妖不害人，便自有3分羞耻。我们也就不能随意杀伐。那他若以后下山害人呢？那就杀，到时候就是你死我活的事。既然已被杀了，为何不把他带回观里？那虎骨虎肉能吃好久。小师弟，你怎会问出如此糊涂的问题？哎，师姐何出此言？我且问你，吃开了灵智的生灵，跟吃人有什么两样？开了灵智，便皆是同道。又能吃到小师弟做的饭喽！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了，四师姐，帮忙端一下吧。好嘞，开饭喽！站着干什么？坐下。自今日起，老夫不辟谷了。这火法的粗浅应用，用来照明倒是省了不少灯油。这火焰最顺手的用法是凝成一点，即飞而出。凡火有形，真火无形，有形者易避，无形者难防，说的便是这个道理。
很好，修为稳步提升，未来可期。现在，要是师傅带我下山，寻常控火已经够用了。黎明洞照，火斧神功，飞焰烁电，煞火腾红，烧魂炼魄，士气翻风，妄行绝念，猛鬼出笼。很好。以后足够应对筑基之下的山野精怪了。木主生发，故能催发生机；木主风，故能引动气流；木主雷，故能行使雷法。这是3种不同的风性。若3者兼得，那这浮木之术的价值就太高了。火法自己还能悟出来，可这木法，只能用道行点直接学习了。驻颜延寿，呼风唤雨，驱雷掣电，就这样感悟出来了。看来只能重新积累道行点了。在此之前，先去后山泡泡澡，放松一下。师兄把他们养得真好。今日纳气已达10点，这潭水中的灵气确实要浓郁得多。明日再来。这深山老林的，怎么会有人？老张，老张莫怕，我不是歹人。走吧，早点下山，山里不安全。多谢道爷。道爷，可是清风观里修行的？正是，清风观里的都是高人，咱渠县都知道，降妖驱鬼就属清风观最为厉害。要不是县太爷贴了告示，说不能上山惊扰道长们清修，说什么我也要到观里上一炷香，聊表心意。道爷，我不是存心要犯王法的。我知道，可即使缺柴，为何非要跑这远处的关山来？近处的去不得。几个月前，山里来了一只老虎，把几个猎户都吃了。官府组织人去打，赶是赶跑了，可谁知道又冒出一头恶狼。有人远远瞧见过那孽兽，
说他已经能直起身子，像人一样走路了。直起身子走路，直立行走的狼，吃了人，这已经不是普通野兽了。官府没管？管了，县太爷派了几个衙役带着刀枪去的，结果那孽兽扭头往山里一钻，愣是连根毛都没逮着。那就是我们李家庄，小道爷，要不去家里喝碗热水？天色不早了，我得赶回关里。老张自己小心些，往后打柴别走太深，就在山脚捡捡便罢。谢谢小道爷。进来。回来了。师父，弟子。猫儿岭，老夫大概知道了。那厮本是山间一寻常野兽，前些年只会些吐纳月华的本事。这次他兴许是瞧见了那老虎食人，便也动了贪念。你下山时，那老人可曾求你出手？没有，他连提都未曾提过。倒是个本分人。不过这事既然让你撞见了，便也不能不管。那孽畜已吃了好几个人，再养下去，迟早成精作怪。师父的意思是，你又是如何想的？弟子既然知道了，便不能无动于衷，否则往后打坐练气时，心里头怕是难得安宁。所以，你是想下山除了那妖？是。入门才3个多月，就敢揽这活计？弟子那火行之法还算凌厉，对上寻常精怪应是够用了。况且，若是再等些日子，怕是会有更多人命丧他口。也罢，那狼确实还未成气候，但他吃过血食，沾了人气，开了些灵智。再过些时日，只怕便可口吐人言，下山作乱。你若是想去，那就去试试。明日让静明陪你走一趟，他认得路，有他看着，出不了大岔子。弟子领命。有劳师姐。你可知晓什么追妖锁鬼的法术？不知。那你要如何降妖？我打算先去李家庄问上一问，之前那些人是在何处遇害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以身作饵。你就不怕被那狼妖吃了？有二师姐在后头列阵，我又有何惧之？我会忘气之术，到时候可通过辨认妖气流转来寻那畜生踪迹。那便更加稳妥了。师姐威武！道长，是清风观的道长。哎呀，真是清风观的道长！仙子，您前些年跟着继承道伯下山时，老汉曾远远瞧见过一眼。两位道长可是来除那狼妖的，那触手可把咱们害苦了。两位道长快请进村，烤火区寒。诸位乡亲莫急，小道有些事想先问一问。道长哎，活不下去了哎！老张使不得，您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老张，
您先起来，有话慢慢说。起不来哟，我心里苦啊！这事儿县城里都传遍了，我李家庄的名声算是毁了。前些日子，我那孙儿本来都要娶媳妇儿了，聘礼都下了，20斤白面、5尺布，还有1对银耳环。结果刘家傲的一听说是我们李家庄的，连面都不见了，托人带话来说婚事作罢。人家刘家傲的又不傻，谁愿意把闺女嫁给一个傻子？哪个狗日的在放驴球屁？有种站出来说话！我说的，怎么着？三赖子，你在放什么狗臭屁？我那孙儿只是憨厚些，哪里傻了？哪里傻？你家那傻小子连鸡屎都吃，还不算傻吗？你懂个驴球！我那孙儿是实诚。那他妈叫缺心眼儿！你才缺心眼儿！你狗日的，就是因为自己娶不到婆娘，心里烧得慌，所以才在这乱放屁，缺德带冒烟的货！我缺德？你家那傻小子往村东头的水井里拉屎，让全村人都喝他的屎汤，你说我缺德？你凭什么说是他拉的？是那屎上有他名字，还是说有谁看见他拉了？你叫出来对质！哼，对质就对质。二愣子，你出来说说。别，我啥也没看见，啥也没看见。看见没？没人瞧见。你少在这儿诬赖好人，我看怕不是你拉的，所以才跑出来贼喊捉贼。好啊，你个老东西，仗着辈分高欺负人是吧？上回你家那傻小子在村口磨盘里尿尿怎么说？那么多人看见了。小孩子不懂事，尿一下怎么了？你小时候还尿过裤子呢。小孩子能长那么大个儿？小孩子一顿吃3大碗。来呀，老东西，你碰我一下试试。你揽的活你自己收拾。诸位停下！老张，您孙儿的婚事回头再说，眼下最要紧的是那狼妖。这位大哥，您方才说的那些小道都听见了，咱们先把正事办了，成还是不成？敢问诸位，可曾有人亲眼见过那狼妖？只有几个远远瞧见过，说那畜生站起来比人还高，前爪子会扒拉石头往下推。那狼妖害人，具体都是在何处出没？就在岭上，那畜生霸着那条道，谁走谁就遭殃。只能去猫儿岭看看了。隔着这么老远，都能闻见它皮肉底下的香气，一定很好吃。他靠近就推石头砸他，如果他敢追上来，就喷黑风把他眼睛吹瞎。它一定很好吃，一定要吃了它。啊！被发现了。还真是个蠢货，砸死他！他不是普通人。疼啊！
这样死了。算是除了一个祸害。我都还没有望气术，那狼妖就已经死了。回关吧。不去李家庄告诉村民们一声，狼妖已除，他们应该知道。不必了，他们见你我二人迟迟未归，明日自会上山来看。届时见了那狼师，便什么都知道了。那他们岂不是无法向你致谢？我除妖不为虚名，就像师傅不让人入关上香一样。怎么感觉他变陌生了？你怎么了？术法遗留之症，七情六欲暂且修尸，无伤大雅，2日即退。你的活法很厉害，与我相比，威力要强上不少。你练的是阴火之法，诡谲有余，灵力不足。那三师弟的文武之火呢？外道之法，与我相较，变化不够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皆不如你？不如。这才是真正的你吗？轻视傲物，顾盼自雄，平日里的那些温和谦逊，都不过是你装出来的。就因为我说你二人的火行之法不如我灵力霸道、诡谲多变，你便觉得我虚伪矫饰、本性孤傲？你甚至都不曾见过我与三师弟出手，又如何能对我俩评头论足呢？我不用见，阴火者性寒而幽，最善偷袭困敌，扰人心神，重者往往致死不绝，是也不是？没错。那问你，若遇强敌正面对攻，你那阴火之法可能烧穿对方护体钢煞？不能。可能焚毁对方肉身法宝？不能。可能在一夕之间取人性命？我们3人修为道行或有深浅，可所修所悟之法，皆出自小五行法。其他4行暂且不论，至少在火行这一条道上，你二人皆不如我。这并非我狂妄自大，也不是我傲慢无礼，而是法门这东西，看一眼根脚，便知道能长多高。走吧，天黑之前回观。你平日里也会说这些话吗？平时不会。为何？平日里那个沈回知道人情冷暖，言语如刀，而此刻你看见的沈回，七情六欲已被心灯焚尽，不知遮掩，不会拐弯。有人遇喜则笑，有人遇喜不形于色，有人见恶必除，有人见恶避之不及。人由血肉魂魄构成，可人人都有血肉魂魄，却为何人人不同？为什么？因为七情六欲将血肉魂魄塑造成了不同模样。若你用此术，亦与我无异。所以哪个才是真正的我？是那些被烧掉的，还是那些被留下的？都不是，或者说，都是。杀了那狼妖之后，竟长了294点。以前以为就只有2种方式加道行点，没想到如今又多了一条路：斩妖除魔。杀一头狼妖便是近300点修为，若是杀一群呢？只是这附近的妖物怕是不多，往后再想找这等买卖，怕是得下山走远些了。若是有那师姐本事，能循着妖气追逐妖物，日后下山除妖，岂不是方便得多？得先了解旺气术该怎么用。一曰观人气，健康者明亮饱满，流转顺畅；病弱者晦暗淤塞，杂色纷呈；修行者强盛凝练，远胜凡人；嗜杀者红中带黑，煞气腾腾。二曰观地气，风水佳处，气聚而清，流动和缓；凶煞之地，气散而浊，志色紊乱；堪无寻龙，避凶趋吉，皆赖此术。三曰观物气，观器物是否蕴含特殊气机，譬如法器、古物，或是否沾染邪秽，
煞气。帛书上说，修行者气强盛凝练，嗜杀者气红中带黑。自己刚杀过狼妖，沾了些血煞之气，这大概便是这抹淡红的由来。这法术竟然就这么入门了？怎么，可是遇到难处了？难处？旺气术看着容易，修起来却需几分天赋。你那几个师兄师姐哪个没试过？你这才看了一夜，不成也是常事，不必放在心上。这东西本就讲究缘法，强求不得。师父，弟子已将旺气术入门了。知道了，你且先回去，等过些时日，为师给你寻门别的法诀，虽比不上……你说什么？弟子说，弟子的旺气术已入门了。你是说，你昨天才拿回去，今日一早就入门了？是。一夜，可曾试过？试过，只是看久了有些头晕，扶着窗台缓了好一阵才缓过来。他妈的，这小子比我天赋都高。行了，为师知道了。戒骄戒躁，为师要修炼了。看完了？看完了。都看懂了？其实没看完，只看了其中讲术法的，讲玄理的没看。放着正经的不看，专看那些打打杀杀的。日后若是与人论道，人家问你《青阳真经》第7卷讲什么，你该如何作答？那师弟便说，在下不解经义，但粗通活法。走了，师姐，准备听故事。以前都不会过来，可谁知道他们居然会喜欢听丑小鸭那些故事啊！今天我们讲大海的女儿。东海之滨有一鲛人公主。鲛人？这个我晓得，可公主……莫要打岔。这鲛人公主生得极好，修行水系秘法。一日，她救了个落水的凡人王子。那王子生得俊俏，鲛人动了凡心，便去寻海中巫师，问可有法子能让他上岸。巫师是何物？便是巫氏之流。可这海里怎会有巫？莫不是蓬莱仙岛上的仙人？还听不听了？那巫说，可让他上岸，只是人妖殊途，他修行尚浅。想问什么，现在问吧。每行一步，如踏刀尖，这莫不是一门横练功夫？练成了，便能刀枪不入。不是功夫，是代价。不是只有结丹大妖才能化形吗？那鲛人既未结丹，如何能变出双腿？他用的是巫术，并非修行。那泪珠便是传说中的鲛人珠吗？听说有避水之效。故事里是这般说的。能避到何种地步？是只避自身，还是连周身3尺皆可避？大师兄，这是故事。那化作泡沫，可是散功归元，是死了，还是回归天地了？算是死了吧。此乃情劫，修行之人最忌情劫。这鲛人历劫不过，便是生死道消。小师弟，你会不会讲些别的？比如那种故事。哪种？就是那种男女之间的。不是吧，师姐，
你来真的？你们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谈情说爱那种，戏文里唱的书生小姐花前月下，私定终身那种。险些以为他要听什么虎狼之词，还想说自己也不知道阿斌的高考成绩是否理想啊。这个怎的把这个故事忘了？那便讲个书生和女鬼的故事。女鬼？扬州吴郡有个书生，名叫宁采臣。后来呢？小倩投胎了吗？宁采臣娶了她没有？好汉，师弟，这故事好，比那什么王子公主的有意思多了。那燕赤霞用的什么剑法？可有典籍传世？我喜欢他那句“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”。可惜我天赋太差，本是微末。二师姐，那黑山老妖是个什么来历？应该是山精野怪修炼成妖，占山为王，手下有许多小鬼小妖。修为如何？挺高的吧，能号令群鬼，想来不是一般妖怪。同一个故事落在不同人眼里，却能照出不同的影子，人心真是奇妙。都深蓝加点了，那还学什么？加点。是。是。全学全学，都给我加！入门便能吐气成剑，踏浪而行，先土成墙。这要是全练到高深处，那还得了？看看这段时间的修行成果如何？现在五行俱全，筑基之下，能胜过自己的，怕是已经不多。再等几日，春分便至，便要随师傅下山了。先去温泉里泡泡。谁？偷袭后还想跑？去！今日你便是姓裘，他也难逃一死。还得是杀妖掌的点数多。山海之有载，瀛洲有兽，名曰白头枭。面如敷粉，身如墨染，尾长过身，柔韧如蛇，其尾断而不死，能自游走，寻主而复生。这东西怎会出现此地？而且断尾不死，寻主复生，这是在说猴子不死，还是说尾巴不死？断尾不见了，那尾巴伤得很重，肯定跑不远。
这人在这儿做什么？道友，快替我挡住这妖物！多谢小友出手相助。这些事可怜啊，可怜！贫道乃玄阴散人，游方至此，听闻这山中有一妖物作祟，便带了徒儿和几个脚夫。可谁知那妖孽厉害非常，竟将我们一行人……可怜了我那徒儿，跟了我足足10余年，乖巧懂事，孝顺听话。昨日还在给我端茶倒水，谁成想今日便这般，这般。还有那10来个脚夫，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只想赚几个辛苦钱养家糊口，谁想竟把命丢在了这深山老林里。是什么药？一条修炼多年的飞蛇，狡诈的紧，能取杖杀人。那妖物如今在何处？已被贫道收入这降魔幡中，正在炼化。前辈，你这降魔幡怎的直冒黑气？那妖物凶悍，挣扎的厉害，待我炼化一阵，便可无虞。小友年纪轻轻，便有一身好本领，白气洞穿金石，干净利落，不知是哪座仙山的高徒。前辈节哀，既然妖物已收，晚辈便不打扰了。小友且慢，不知小友是哪位高人的门下，日后有缘也好登门道谢。晚辈师从青峥山青阳真人。真人？金丹真人？师父说过，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，光看那幡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。他妈的，金丹真人，若这小子所言非虚，还真挨不得。除非做干净些。看他样就没打算放走我，与其被动，不如主动。师父，小畜生，竟敢坏我大事！去！何其！没想到这人手段竟如此凌厉，那火鬼的威势比阴魂还要霸道。哇呀呀！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他还是个高手。吃杀老夫！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吧？脑袋能缩进去，胸口总不能也缩进去吧？没想到吧？这玩意儿看着就是个好东西。这下就没有任何线索了。
1465点，抵得上我4月苦修了。还好回望切数，对方头顶上的黑红之气层层叠叠，恐怕自打从娘胎里下来就没干过好事。世界轮盘之前一直没动静，刚刚杀了那老者，才变为了可抽取。难道杀修仙者就能获取点数？把你揣在身上，总觉得不太安稳。如今活法小成，其余4行入门，应付寻常妖物已是有余，但修为却着实有些低了。境界，给我降！算起来，现在已经踏入炼气中期了。道家有尸解之说，得道之人遗弃肉体而仙去，留下衣冠或尸体，谓之尸解。可这轮盘叫尸解轮盘，难道是可以助人成仙？倒像是抽奖的。道图，这个凝尸炼剑又是什么意思？果然不是什么正经法门。自己现在连炼躯后期都还没到，去找筑基邪修岂不是自投罗网，上赶着送命？今天发生的事太多，杀白头枭，杀老者，烧山埋灰，又抽了这么个东西出来。不想了，明天去问师傅。师傅，何事？弟子昨日去后山，遇着个人。什么人？你说他在祭炼幡子？什么样的幡？一杆白幡，幡面上有黑气缠绕，隐约能听到鬼哭之声。他还从葫芦里放出了许多阴魂恶鬼。魂幡、阴魂、鬼怪，这是阴魂宗百鬼门的路数。阴魂宗，一个专修阴魂邪术的宗门，百鬼门便是其中之一。这一门的人多以魂幡为本命法器，靠拘禁亡魂来提升修为。万魂幡一成，便能成就一方鬼域，甚至可以困杀金丹真人。你说你把他杀了？是，你胆子倒是大得很，修行不到1年，便敢与邪修动手斗法。那人若是早有准备，你那点道行未必能活着回来。弟子知错，可弟子实在是被逼无奈。一开始是被他豢养的白头枭盯上，后来瞧见那空地上的白骨，弟子本想退走，可那老者不让弟子离开，最后只好先下手为强。玄阴散人没听说过，不过像他这种邪修，死在他手上无辜百姓没有100也有80，杀便杀了，算是为民除害。师父，弟子还从他身上得了这个，不知是什么来历。此物有芥子那须弥之效，可自由变化大小，还能装些经过祭炼的阴魂鬼物。师父，那人好像还修炼了门叫做凝尸炼剑的法门，不知您可曾听过这名目？凝尸炼剑？不曾听过。这世间法门众多，为师不是神仙，哪能全都知道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弟子觉得那人手段有些邪门，担心他有什么师门长辈，
日后好多些防备。无需担心，阴魂宗的老巢位于东海瀛州，距离此地何止万里。不过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否则有些错犯一次便后悔莫及了。是，过几日随我下山，路上得闲了，为师慢慢讲给你听。不过下山之前，你还有件事要做。什么事？学几手符法，岐黄之术便罢了，治病驱邪的简单符法却还是要学上几手，下山之后能用得上。咱们清风观好歹是正经道门，不要只会打打杀杀。毕竟日后行走江湖，你总不能见着个撞邪的病人也一把火烧过去吧？弟子明白。学习符传的书被静慧拿去了，你去找他吧。是。师弟，你这几日怎么忽然用功起来了？师父说了，下山之前要学几手治病驱邪的符法，到时候用得上。哦。这个好。道人行走江湖，遭遇恶犬的状况尤为平常。学了这手诀，再遇此种情况，便能单手定犬，不失风度。学执小儿夜啼符，学叠纸鹤寻人送信，这不就是前世的短信吗？学这个好，也学止血的、镇痛的、驱蚊的、寻水源的、避尘诀，这些小法术单个看都不起眼，可凑在一起便是一套行走江湖的傍身本事。好宝贝，真是个好宝贝。可惜只能装死物和阴魂，有了这东西，下山便方便许多。市井小树，伏龙桩，这不就用上了？歪门邪道，不配留于世间。师兄，这么早？小师弟，快吃，师傅在前头等着呢。早些动身，天黑之前能赶到县城，否则便要夜宿荒村了。头一回下山，机灵点，听师傅的话。知道了，大师兄。路上吃，我会想你做的饭。路上小心。这是官道。往东走是渠县县城，往西走便是永昌郡治所。敢问是清风观的道长？下官渠县县城陈寿，奉县尊之命，特来迎接道长。有劳县城。王知县可还安好？县尊安好，只是这半年来县里积了不少事，县尊日夜忧心，头发都白了一半。这马车是县尊特意安排的，虽简陋些，总比走路强。贫道走着便好，让他坐吧。弟子也走着。
说说吧，这半年都有哪些事？去年8月，城东刘家老宅闹鬼，无人敢进。9月，城南王寡妇下葬3日后，棺材里传出抓挠声，开棺一看，尸身翻了个面，现在还用绳子捆着。还有一桩土匪劫道的事。那土匪等回观的时候再说。这是博南道上的兵役，这条道是通往凉州的要道，朝廷设了几处驿站。曲县到了。先去洲际裁缝铺。是。哎呦，继承道爷，给他量量，做一身德罗袍，一双云履。用这个。多了，用不了这许多。剩下的把衣裳做好些，袖口再织些金线进去，要扁的不要圆的，剩下的算作工钱。好，做好之后给您送过去。师傅，这位周老长史以前是道路司的支将。给我长蹭了！不开眼的东西，还不快滚！继承道长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这位是小徒清玄，请。这位是李秀才，精通阴阳术数。这位是法明师傅，从万安寺来的。这位是清风观的继承道长。具体发生过什么事，大家都知道。你们觉得怎么解决最好？刘家老宅的事，在下去看过，确实是有些阴气。先请法明师傅去做场法事，压一压就好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倒是想去看看那王寡妇的坟。尸身翻面，指甲磨断，这是大凶之兆。道长意下如何？一个一个来，先去刘家老宅看看。道长车马劳顿，不若先休息一晚，明日再去。就今晚吧。那是否要先用些餐食？回来再吃。在下这便吩咐人去北登了。道长饿了，待此件事了，下官便让人备些吃食。不妨事，处理正事要紧。便是此处了。陈大人啊，道长有何吩咐？大人在外面等候便是。这怎么行？下官虽然不才，好歹也是朝廷命官，岂能做出这临阵脱逃的事？大人若是在外头接应，贫道反倒安心些。道长说的有理，陈大人不必勉强。那几位千万小心。老徐，你和小吴随道长进宅。哎，道士，且慢，你我同去，同去。请。
我走后面，为你略阵。阿弥陀佛。走吧。哎，等等我！师傅，别慌，别自己乱了阵脚。那个继承道爷呢？无需担心，走吧。看出什么了？有阴气。说仔细些。顶梁和猪头阴气最重。便是此处。阿弥陀佛。这是什么？是骨头。这骸骨紧贴柱脚，被压在大梁的正下方。若是自家夭折的孩子，又怎会埋在此处？徐班头是渠县本地人，小人祖祖辈辈都住在渠县。可知这刘家的宅子是什么时候建的？许是40年前，刘家的家主叫刘德厚，做布匹生意发了财，将原来的宅子拆了大半，又往东边扩了一片，盖了现在这些屋子。建房子的时候，可曾出过什么事？有，当时上梁的时候摔死了一个木匠，打地基的时候又塌了土方，埋了一个小工。那便是了，此乃生庄。生庄？什么是生庄？起房造屋有那等邪佞之徒，以活人填入地基，取其魂魄镇宅，谓之打生庄。被埋之人魂魄永镇于此，不得超生。所以作祟的是这个娃娃。有鬼！吓喊什么？别离我太远！想逃？问过我了吗？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搞定。你何时学的瑞金和画图2门法术？贪多嚼不烂，你可晓得？师父放心，徒儿晓得。若是耽误修行，我便不休息这么多了。哼，走吧，此处的事儿已经了了。劳烦班头找个地方，将其好生安葬。师父，就这么走了？慌什么？这叫投石问路，打草惊蛇。这是宅中鬼魅已被剪除。道长法力高深，在下佩服。下官已在驿所备了些吃食，仓促之间简陋得很，还望诸位莫要嫌弃。这实在是下官疏忽，未曾料及此处。贫道与徒弟一间便可。贫僧一间足矣。我也可以一间。来人，安排贵客去住处。
说说吧，还有什么事瞒着老夫？回师父，弟子修习了小五行法中的所有法术。什么？五门？瑞金、浮木、遇水、化土，都还只是刚刚入门，比不得活法。你昨晚那一道瑞金气，走的是中冲。是。中冲通心包，瑞金走此脉，倒是合适。那你如今可是已到了炼气中期，打通了周身经脉。下山前2日刚突破的。他还真是个变态呀。那便好，睡了。师父先洗漱。明明他是天才，我应该开心才对，为什么？不急，你先下去吧。今日是个好日子啊！道长来了，快请坐。这粥凉了，换一盆热的来。这小菜也咸了，换一碟。那一成，再取碟酱瓜来，要脆生的。道长看什么？可是嫌在下多事？不敢。道长有所不知，这一使之职本就是伺候往来官员的，在下虽无官身，却也帖列功名，他殷勤些亦是本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软塌塌的，焉能入口？李秀才，道长有何指教？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我瞧这酱瓜挺好，你最好捡起来吃了。道长好大的威风！我说捡起来吃了。道长说笑了，不过是一碟酱瓜，小的再去换一碟便是，不值当。不要让我说第3遍。你这是欺人太甚！我敬你是出家人，给你几分薄面，你倒蹬鼻子上脸了。不过是一碟酱瓜，我便是扔了砸了，与你何干？与我何干？我且问你，这瓜从种子落地到藤上结果，要经过多少时日？农人挑水施肥，弯腰除草，又要流多少血汗？运到城里，腌入坛中，又要耗费多少精盐？你方才说你有功名在身，连这成油勤俭破油奢的道理都不懂，你读的是哪门子书？我浪荡江湖多年，见过饿殍满地的荒年，也见过一子而食的惨事，旁的事倒也罢了，唯独这浪费粮食，我忍不了。你待如何？难不成还要消了我的功名？今日你若是捡起来吃了，此事便了；如若不然，我虽消不了你的功名，却能消了你的脑袋。好，可行了吧？行了。哎呀！阿弥陀佛！你方才要出手拦我，
贫僧有些乏了，先回房歇息。劳烦了，去忙吧。是。你怀疑那秀才有古怪？昨晚咱们也曾同席吃饭，他言行举止虽有骄矜，却还算知礼。可他今日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处处拿腔作势。许是他昨日折腾的累了，今日不想装了。不一样，他那傲气是骨子里带的，虽不讨喜，却也不招人厌。而今日太像演的了。此人虽本事平平，胆子不大，可观言察色却很有一套。他先前看见我面露不悦，却仍旧置若罔闻，如此做派，倒像是有意省事。哦，所图为何？许是想让咱们觉得他跋扈无礼，起些冲突，这样待会儿去处理那寡妇的时候，他便可以寻个由头推辞不去。你是说他在躲？若我所料不差，不出一炷香的功夫，他便会遣人来说不能同行。二位道长，那李秀才方才说他忽感风寒，头疼得紧，怕是不能跟几位去张家村了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且去备好车马，我与师父即刻动身，瞧瞧那张家村的寡妇有何蹊跷。是。你既瞧出那秀才是存心避世，为何反倒放他走了？师父，他要演，我便陪他演。此乃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。二位道长，小的张七给二位赶车。师父，你我二人此番前往张家村，便要查清楚是何方妖鬼作祟。至于那两个畏缩躲懒之辈，便由着他们在驿馆安歇吧，免得咱们到时束手束脚。走吧。接下来你又准备如何行事？他既装病躲着，必是要做些隐秘之事。咱们此刻便折回驿馆，探探他的底细。转道去西市文庙街，我与师父要买些黄纸朱砂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驾！你就在街口等着。好嘞。别费劲儿了，里面没人。没人？怎么？眼下你又待如何？没人好啊，没人正好办事。走了好啊，走了这引蛇出洞变成了一半。怎的不用朱砂？他应该刚走不远，气息尚热，这墨即可，用不着朱砂。手折魂，再折宗，三折双翼护成凤，尾折定，心念通，只贺运灵人自逢。齐，走，找到了。我先前是如何嘱咐你的？无事莫来寻我，如今你这般贸然找来，就不怕引火烧身？我又何尝想来？那道士恐怕已经瞧出了端倪，再不想办法，咱们的事早晚要败露啊！刘家老宅的东西本就该再养上些时日，如今倒好，你心急火燎地弄出动静，引来那道士插手，岂不是坏我大事？
仙长息怒，我也是想尽快敛些钱财，没成想那2个道人竟如此厉害。罢了罢了，事已至此也是无用。我且问你，张家村那寡妇身上的阴煞可供养的妥当了？妥当了。我按您的吩咐布下聚阴法阵，只待时机一到，便能将其收服，日日采炼阴煞。废物！若非你办事不密，那阴鬼又怎会暴露踪迹？罢了，你此番躲出去，务必安分几日，免得引火烧身。对了，你可曾留下什么把柄，被那道士抓了去？没有，我处处小心，无有错漏。这2人应是岐山道的妖人。岐山道，岐山道老巢在陇州，门徒遍布数县，其门人弟子多半不修正道，专研采阴养煞、驱鬼害人的邪法。他们的惯用伎俩便是先暗中潜鬼作祟，再装作高人模样上门除祟，攫取财物。更有狠毒者直接驱鬼害命，强夺他人家产。不知这屋内2人修为如何？咱们在墙根站了这许久，他们却毫无察觉，可见其修为浅薄，未曾筑基。师父，这2人祸乱乡里，罪大恶极，此番可否由弟子出手，除了这2个祸害？这2人修为虽然不高，可岐山道的人手段大多阴毒邪异，你万万不可轻敌。弟子省得。只是徒儿此番下山，本就是为了历练修行的，如今能为衢县百姓除此祸害，也算是不虚此行。你如今已是炼气中期，五行法术进阶入门，论本事，早已不逊于你的那些师兄师姐。既执意要去，那便去吧。什么人？这是什么修为？好胆！区区碎石，也敢班门弄斧！说吧，可还有同党？同党？岐山道上上下下，哪个不是我的同党？原来如此。便是我死了，教中也自有高手替我报仇。你又杀得了几个？能杀一个便是一个。什么叫丢了？2个大活人，光天化日就这么丢了？小的也不晓得，兴许也不一定是丢了，或是被什么妖怪掳了去。放你娘的屁！什么妖怪敢对清风观的道爷下手，上赶着找死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2位道爷回来了！道爷可算回来了，真叫下官好等。2位道爷，你们是去的哪家铺子？小的在文庙街转了好几圈，怎的一次也没瞧见？去，喂你的马去！哪儿有马呀？那不是骡子吗？
那就去喂你的骡子。可是小的方才已经喂过了。那就滚去铲粪。原本昨夜就该为二位接风洗尘的，偏生被些琐事绊住了手脚，一拖便拖到了现在。还望二位道爷莫要见怪。听说昨夜二位一出手，不过片刻，便将那刘家老宅的恶鬼给除了个干净。道爷果然道法精深，名不虚传。贫道过在一旁瞧着罢了，动手的是我这徒儿。果然是名师出高徒，小道长年纪轻轻便有此等本事，真乃少年英杰。来来来，下官敬小道长一杯。饭菜已备好。大人，这席面是下官特意从鸿运楼叫来的，虽比不得京城里的珍馐，却也是咱们衢县顶好的了。原以为每次击杀一位修士就能够获得一次抽奖次数，可实际并非如此。所以，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杀人。自下山以来，每除一邪祟，体内修为点数便增长1分。刘家老宅那阴鬼，加今日这岐山道的邪修，2桩下来，已攒了近600点。看来以后有机会了，得找几个邪修。用控制变量法尝试一下。姑娘此来，所谓何事？奴婢得了县令大人吩咐，给道长送些被褥衣物来。夜里凉，怕道长冻着。食盒里是几样点心，给道长夜里垫垫肚子。道长可还有什么吩咐？奴家今夜就在外间伺候着，若需端茶倒水、驱赶蚊虫，只管唤奴家便是。不必了，我这里没什么要忙的，你且回去歇着吧。道长一路辛苦，奴家给道长打盆热水来泡泡脚可好？不必，请回吧，我要修行了。修行？这天都黑了，还修什么行呀？道长还是早些歇息，养足精神才是正事。修行之人，不分昼夜。那可否需要奴婢来助道长修行？我修行时需静心凝神，外人在侧，多有不便，请回吧。道长可真是铁石心肠。那奴家这便去了。道爷若改了主意，唤一声便是。去。小的奉大人之命前来服侍道长。回去告诉你家大人，贫道修行之人，不问俗物，更不需人伺候。若是再遣人来扰我清修，哼，那莫怪贫道不客气了。师父每次入定几小时，暂时也出去不了。掌柜的，还书。姓甚名谁？何时租借的？王石，去年8月末借的，3册。好了，租子共计2钱4分。若是不租了，就从先前的定钱里扣。当初留了6钱银子的押金，扣除这2钱4分，还剩3钱6分。你是要取出来，还是接着租？可有新到的书？那边的架子上，上月新到的都搁在头2层。
共计4册，这本游记后写，每月我拢共收你50文，书费下次还书再结，这次只结上次的2钱4分即可。你个杀千刀的安撒泼财，没钱也敢来逛老娘的门，翻墙进来的1分银子不花，倒把我姑娘房里的点心吃了2个。姐姐轻谢泽哥，下回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小鱼，滚！再叫老娘瞧见你来，仔细叫人打断了你的腿。哟，柳妈妈好大的威风呀！一个送信的后生吃你2块点心，也值得这般大呼小叫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个衙门里的女捕快呢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白大家，怎得？昨儿个没有恩客入门，现在正精神。你快别担心我了，多操心操心自家那几盏灯吧。莫要到了夜里连个亮都点不起，都瞧不清你们望月楼的门匾，走错了地方。妈妈放心，我望月楼的门匾便是隔了3条街也有人认的。倒是妈妈这流云馆招牌太小了些，难怪客人都要翻墙才能找到门呢。看来白大家真是闲得发慌嘞。也是，你那地界哪来的客人？可不就剩下瞧热闹了吧？客人嘛，总是有，不劳柳妈妈操心。倒是你这一大早的就把人往外赶，传出去还当你们流云馆的姑娘留不住人。哎呦喂，白大家脸上的窟窿眼儿怎么也会放屁了？我流云馆的姑娘个个水灵，用不着像有些人大白天的就在窗户上招来生意。柳妈妈好大的威风啊！小女子真是受教了。不过您老人家方才那一通骂，嗓子都哑了吧？要不要上来喝杯茶润润喉？我们楼里的茶可比你们流云馆的好。老娘用不着喝你的茶，老娘这里有奶，你要不要上来多2口？真是多谢柳妈妈的好意了，小女子心领。不过奴家不喜那无忧草的烟味儿，您老还是留着让别人嘬吧。白大家可千万莫要拘礼，老娘这对宝贝喂大了3个孩子，奶水足得很。你要是不嫌弃，下来躺平了，老娘管饱。柳妈妈好福气啊，就是不知道您那3个孩子怎么一个也没见得在跟前孝敬。也是，孩子们哪好意思认您这门亲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！老娘的孩子个个出息，大儿子在府城做买卖，二儿子在衙门里当差，3丫头嫁了个秀才，哪像你年近30还蹲在窑子里头，连个一儿半女都生不出来，将来老了连个摔盆的人都没有。小女子有没有人摔盆，不劳您惦记。倒是妈妈您这把年纪了，还站在门口揽客，也不怕一不小心揽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婿的头上。嘿，揽客！老娘是流云馆的老板娘，用不着站门口。倒是你从17熬到27，还没熬出头呢。你那张脸再好看，还能好看几年？柳妈妈说的是，小女子确实不如您，您多能耐啊！一把年纪了还能生能养的，就是不知道您那3个孩子到底是跟谁生的，怎的一个人一个模样。妈妈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您歇歇。歇什么歇？白莲花，你给老娘说清楚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污蔑老娘的名声，老娘跟你没完！柳妈妈这话说的真是稀罕，您一个开窑子的，哪还有什么名声？柳妈妈，别停啊，骂回去！就是，您方才那股威风劲儿呢？道长，您也来逛啊？白莲花，你给老娘听好了！哟，柳妈妈这是歇够了，嗓子不哑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女人啊？回去看你妈去！老娘有的，你妈也有。我说你这妇人，老汉我今年都50有7了，这年纪给你当爹也是够了，你这嘴怎的这般毒？给老娘当爹？你刚刚看老娘胸脯子的时候，怎么不给老娘当爹？看什么看？都起开，都起开！哎！哟，这位道爷
要不要进来耍耍？贫道没钱。怎的又是一个穷鬼？这一大早的，真是晦气！老娘今天是犯了哪门子的太岁？这位公子，公子若只是想寻些乐子耍耍，不妨上楼来坐坐。奴家这儿有好茶，还有几支新学的小曲，保管公子听了舒心。公子莫要多心，奴家和那些见钱眼开的不一样，不是那一身铜锈的货色。公子若是不嫌弃，上楼喝茶听曲，便是不花银子，奴家也乐意招待的。公子若是觉得这儿耍得舒心了，小住几日也是无妨。待要走的时候，奴家这儿还有些盘缠，一并奉上。贱骨头就是不一样，见着好看的就走不动道，上赶着送钱送人。道长，请留步！你是在叫我？敢问道长，可是清风观来的？道长救命！我家少爷中邪了，逢人就咬。府上已经请了好几个郎中，却都瞧不出症结所在。求道长分发慈悲，随小的去府上看看吧。你家少爷？哪一家的少爷？城东徐家的。咱家老爷是做茶叶生意的，在这衢县也算是有些名头。道长若是不信，随便找个人打听打听便知。前头太路。哎，在动手之前，有些事情还是须得先问上一问。两个问题，你们是谁？又为什么要盯上我？你倒的确有几分小聪明。既然贫道都是个要死的人了，怎么着也不能让我做个糊涂鬼吧？我也想让你做个明白鬼啊，可惜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还是等你死了之后，我再告诉你吧。既如此，那你们且记好了。贫道沈回，乃是七鹿山清风观继承真人座下弟子，道号清玄。这些我们知道，放心吧，烧纸的时候不会叫错名字的。我不是怕你们烧错了纸，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自己要死在谁的手里，以免做了那糊涂鬼。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自己要死在谁的手里，以免做了那糊涂鬼。那是什么花呀？这神花丢手了！抽家神花去！你掐诀太慢了，一身本事稀松平常，也敢来找我的麻烦。
请你来的人难道没告诉你，不要靠我太近？这下应该没有尾巴了。接下来是收获战利品了。这个好像也不错。师傅这会应该入定结束，得回去了。刚刚那是谁派来的？岐山道、阴魂宗。算了，这波不亏，还给了我600道行点。师傅，何事？那日我在巷中被一小子引诱，随即两人前后夹击，我出手制敌，过程中发现他们身上带着白骨之物。不是岐山道的人，那是炼师宗白骨堂。白骨堂？我这一辈师兄弟共有4人，我上头还有2个师兄，底下有1个师妹。大师兄资质最好，入门最早，师父生前常说，日后能继承他衣钵的必是此人。二师兄天资也不差，只是他心气最高，性子偏狭，受不得半分委屈，凡事都要争个高低。至于小师妹，天资平平，师父疼她，我们也都让着她，是以性子有些娇惯，不过心肠却是好的。后来大师兄行走江湖，在震泽郡回龙渡遇上一只千年大妖，尸骨无存。你师祖为此大拓，不出3年便羽化归真了。那其余2人呢？大师兄死后，你师祖曾一度将二师兄当作衣钵传人来培养，可惜信性不正，终究是走上了歧途。小师妹便是死在他手上的。师父临终前将剑匣传给了我，二师兄心有不忿，觉得师父偏心，觉得老夫不配，当着师父的灵位与我大吵了一场。当晚便收拾东西下了山去。他下山之后，先是自立了一间道观，名为白骨观。可没过多久，不知怎的又拜入了炼师宗门下，摇身一变成了那白骨堂的堂主。所以今日来找你麻烦的2人，便是你那师伯派来的。师伯派来的？该来的总会来。他忍了这么多年，如今终究是忍不住了。这说明他已时日不多，无需担心。那人修为虽强，可与我相比也不过仿佛。而我就在昨夜打坐之时，已寻到了一丝破镜的机会，不出3年，我必能结丹。真的？岂能有假？为师在筑基境界搓磨了将近100年，如今契机圆满，结丹亦是应有之事。若师父此番能够结丹成功，清风观在这西南一隅便算得上真正站稳了脚跟。那师父赶紧继续打坐，莫要让那感觉溜走了。便让徒儿来处理剩下的几件事吧。若是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再来请师父出马也不迟。师父您别摇头啊，弟子服其劳嘛。你去哪儿，都把他给带上。这是
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便打开剑匣。徒儿带走了，若是有歹人寻来，师傅您拿什么斗法？老夫剑术虽强，可一手五行术法也是不弱。金丹不出，谁又能奈我何？便是当真打不过，逃跑是没有问题的。我知你心智坚定，遇事果决，这是好事。可你也要记住，有些时候该低头便要低头，逃跑不丢人。我观你那火法虽然凌厉，可似乎对你的性情有些影响，不知时间一长，是否会乱你心智？不会，只是竭力催动过后，会有2、3日的功夫，性子变得有些冷淡。那也要好生控制，否则平日里性情起伏太大，旁人瞧着还以为你是个喜怒无常的。师父放心，徒儿省得。师父，您瞧瞧这个。精铁打制，算不得什么好东西。剑首是银的，只是经年累月用煞气温阳洗炼，比寻常铁剑锋利些，实则底子还是凡铁。徒儿能用？自然能用，不过也只是权宜之计。待得你日后下山游历，攒些灵财灵物，亲自动手炼制一柄剑器才是正途。自己练的剑，驱使起来得心应手，最是合用，不是这等外物可比的。你大师兄他们都是这般过来的，虽为筑基，可所持剑器皆是自身亲手所炼。那徒儿便先拿这把剑用着。今日可是2月初4了。是2月初4，怎么了？一切收拾东西，往张家村去吧。现在？去吧，早去早回。路上小心。道长，上车吧。怎的这许多夷人？道长有所不知，这渠县除了县城里头夷人少些，其他地方多是华夷混居。咱们要去的张家村便是个较大的混居村子。这夷人与汉人平日里可有什么不同？旁的倒也说不上来，就是这夷人上午一言不合便要动手，而那些与汉人混居的，日子久了，两边互相学着，倒也相安无事。这些人都是往何处去的？道长您不知道，今儿个可是2月初4啊！今天是社稷的日子，那些哀牢夷每到这一天都要祭拜山神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祭祀完了，还有赛歌、摔跤、射箭，热闹得很嘞。师父特意让今日动身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可别把我开沟里去了。
以血为引，以食为媒，告我先祖，向我服侍。好像有点意思。好，来，吃糯米饭呢。没想到在这世界上，还能有这么悠闲的一天。我是想问问有关道长来的不巧，今日是社祭，村中规矩，祭祀期间不谈外事。道长若不急，便在村中住上一晚，明日一早，小的亲自带您去。行，那就明日。来，公子，一起玩啊！我不会，你们玩。道长，您也来看这个？这是在做什么？道长不知道，这是姑娘们在挑男人嘞。纯粹而又美好。别人送的，还是你抢来的？当然是送的。我张七心里只有流云馆的小翠，旁人是瞧不上的。道长可有中意的？前些年也曾有一位道长与村中女子结缘，虽未诞下子嗣，却也算是成就了一段佳话。贫道是出家人，不近女色。修行啊，修行！道长，早啊！这个小的其实是被强迫的，对，就是被强迫的。道长您也知道，这宜人女子性子烈，她非要你就给了。啊？放心，贫道一心斩妖除魔，向来不会多管闲事。贫道今日要去看看那个挠棺材的寡妇，你若想回去，可以先走，路我已经认得了。不回去，回去叔父又要给我派差事，扫院子、搬货、跑腿，累死累活还没个赏钱。在这儿多好，有吃有喝的，还有法明大师，巧啊！阿弥陀佛，沈道长确实巧了。二位既然都是来查那王寡妇之事的，便一道去吧，省得老汉我跑2趟。那寡妇姓王，不是本地人，是头些年从外地逃荒来的。那时候闹饥荒，他爹娘将她卖给了这村里的彝人当媳妇儿。那彝人名叫郎和，打小病殃殃的，婚后没2年便死了。王寡妇给他生了个儿子，那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跟他爹一个样，病殃殃的。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养不活，可王寡妇不认命，拼了命拉扯着，那孩子竟也慢慢好起来了。谁知道那娃子终究是个命薄的，有天下河洗澡被水淹死了。母子连了心，结果说没就没了，换谁能受得了？自那以后，王寡妇就有些疯了，她公婆更是指着她骂，说她克死了自己的男人，又克死了自己的儿子，是个丧门星，
动辄打骂，日子过得比猪狗都不如。他是怎么死的？这个说来话长，那就长话短说。那寡妇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肚子慢慢的大了起来。起初村里人都以为她是饿的，吃了观音土和稻草，肚子发胀。可后来发现她好像是怀上了，进猪笼了。可不敢，那是犯王法的。是他公婆打死的。杀人也是犯王法的。我的国人呐！你个不义的个真人！也别跟秦范之间有点凑实呢。你这老喷婆，好没道理！任道长一大早的跑过来替你消灾解难，你倒好，门都没进便骂上了。进去看看。知道了。棺材便停在那里头。棺材不错，哪儿来的？问你话呢，棺材哪儿来的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位是县尊请来的道长，是来给你家消灾解难的。你要干什么？反了你了！那让王赶快赶来！这便是那寡妇的公爹。问他，棺材哪来的？娘子拿着呢。不会。他说是他们自己买的。你家连个正经的门板都没有，能买得起这么好的棺材？就算买得起，你们舍得给他用啊？搁这糊弄谁呢？老爷就这个孟婆子，干嘛觉得买的？他说是个汉人送的。是不是个书生？那当然嘛。这次爱情哦，那个怎么帮忙呢？我记起来了，道长，许是去年90月间，有个30来岁的书生在村里转了2天，说是收皮子和布帛的，好像姓李。你们就没试着处理过这东西？请过，都说要烧了才干净，可那火怎么也点不着，好容易点着了，刚碰到棺材就熄了，试了好几回都这样。道长，您这难道也没有办法？我要开棺。开棺？先把棺材抬院子里去，叫几个人来帮忙。好。야라! 가서자가 주도자 가서 설치 뛰고 죽지 아니! 你们别过来，让我来开。他死的时候，肚子就有这么大。不知道，他死的时候我们都没见着。等知道信儿的时候，人已经被装进棺材了。没这么大，我亲眼见的。他公婆不让他进屋，把他关在猪圈里。那时候肚子顶多是怀了5、6个月的光景。去黄纸和朱砂来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贫道固然可以一把火将其烧个干净，不费什么力气，可办事须得有始有终。所以贫道画了一道心符，准备看看这孩子的双亲到底是谁。
去。内乱乃十恶之一，依大硕律，犯者当流2000里，强者绞。不木也是十恶之一，儿媳无应杀之罪而擅杀之者，绞。你个老畜生，丢尽了咱们村的脸！你让老子往后出去怎么见人？还有脸哭呢？好好一个人被你们逼死了，如今老天爷看不过眼，叫道长来揭你们的皮喽！这寡妇的事，县尊是知道的。李正最好看住这2人，莫让他们在衙门来人之前跑了，否则到时候县尊问起来，面上须不好看。道长放心，老朽亲自看着，跑不了，跑不了。拿绳子绑了，待会儿直接送官。生前已经受尽了苦楚，死后便不该再遭磨难了。寻个地方，好生安葬了吧。且慢，待贫僧为他超度亡魂。阿弥陀佛，道长道法精深，贫僧佩服。大师谬赞了，贫道有一事相求。道长请讲。接下来还有几个事要办。李家村丢了几个孩子，白水河闹水鬼，义庄丢失，乱葬岗刨坟。贫道想请大师同行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。道长修为精深，贫僧这点微末本事，怕是帮不上什么忙。大师不必过谦，2人总比一人单打独斗强。况且有大师在后面压阵，贫道动起手来也放心些。那位李秀才，道长可知道他的下落？那人是岐山道的妖人，刘家老宅还有今日这王寡妇的事，都是他在从中作梗。贫道已经为民除害了。原来如此，贫僧明白了。道长盛情，贫僧不敢辞，只是贫僧有一事不明，道长为何要邀贫僧同行？以道长的本事，一个人应当也应付得来。贫道虽略通术法，但却不解经义。譬如这念经超度的活计，便是贫道做不来的。阿弥陀佛。当然，贫道起初也曾怀疑过大师是否为岐山道的妖人，可大师一手佛法，平和中正，绝非邪道中人所能装出来的，是贫道多虑了。贫僧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那便这么说定了。道长与大师商量好了，那咱们是先去哪儿？城北，徐家村。上车喽！吁，道长，前头有个茶摊，要不要歇歇脚？下去坐坐也好。几位客官，喝碗茶再走。有热茶，有炊饼，还有自家腌的咸菜。老板，3碗茶，4个炊饼，不够再要。哎，有点焦味，倒也凑合。老板，再包4个，路上吃。好嘞。和尚和道士凑到一块儿，
真是稀奇。喝那粗茶还得掏钱，背个匣子装模作样。道长，这是何意？把账结了。道长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等等，别急啊！麻烦大娘再给咱装几个饼子，路上吃。你方才给的钱够不够呀？够了吧？你干了什么？你们请喝茶，贫道也投桃报李，送你们每人一张食禄追偿符。日后3位倘若再吃白食，腹中便会饥饿难忍，口中发苦，直至服清饭前方可消解。若是强行白食，吃进去的东西会化作铁石坠在腹中，叫你们肠穿肚烂。走吧。各位道长，您可太损了！食禄追偿符，哈哈！您瞧那络腮胡子的脸色，跟吃了苍蝇似的。我们也走吧。接下来就是解决徐家村的事了。